来，过来。在这儿，今天我们分享一个手摇晾衣架的安装，就是关键的几个点，给大家说一下。关于这个手摇器呢，我们安装的位置如何选择？客户家这边是有一个柜子的，如果没有这个柜子的话，最合适的安装位置呢，就是我们手打回来，平行于我们肘，这是我们摇起来最舒服的位置，平行于我们胳膊肘。大概的高度呢，就是1米1上下吧。还有个就是确定位置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挨着墙太近，摇的时候可能会卡到墙上。包括这边，比如说有柜子了什么的，一定要取个合适的位置。这个转角器的安装呢，就是和这个手摇器是平行的。像我们这边是有吊顶的，所以把它是安装在墙上。还有一些地方呢，比如说没有吊顶，也可以把它装到顶上，这个可以自己选择。顶上的4个滑轮确定的位置呢，就是整个阳台的顶子啊，找出一个中心点，然后从中心点往两边去分。我一般呢是分90到1米。2根衣杆之间的距离呢，如果这个顶子的宽度足够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做到50公分，这也算一个比较标准的尺寸。它一共呢有4个滑轮，这滑轮呢是不一样，一个横向的，一个竖向的，这个是装在靠近手摇器那一边的，这个单滑轮的呢是装在后边的。如果是集成吊顶的话，我们画滑轮线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靠近这个接缝的地方太近，因为在里边呢它有一个龙骨在这个位置，靠得太近的话没法打孔，打孔的话会打到龙骨。所以说这边一定要预留个3公分左右画线。在集成板上打孔呢，我用的是宝塔钻头，我们开孔呢只开到468，只开到8毫米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吊杆所用到的工具，这是个8毫米的钻头，这个钻头长的是35公分。这个也是8毫米的，这是之前打断的废钻头，然后把它磨成了这种尖状的。这个尖状的作用呢是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我们安装内爆的时候，用冲击钻直接把内爆给固定在顶上，直接用这个钻头打。然后呢，这是一根吊杆，这个吊杆呢可以直接拧在这里边，这就是它们的组合的一个状态。现在我们把这个8毫米的钻头呢装上，先打孔。这个内爆呢和它一样，也是8毫米的。打孔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确定一下这个顶的深度，然后用记号笔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标记。这个标记的作用呢，就是确定我们打内爆的深度。现在孔打好以后呢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打内爆的钻头上。因为干的时间长，有经验，就是手感特别好，我不用拆顶，直接就可以把这个内爆打进去。如果你的手感不太好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板拆一块，看着去打。拆板的话，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吸盘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打的原理。现在它已经进去了，但是要我们用冲击钻把它给撑开了，打爆了。这个螺丝呢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在顶上固定的是这种。摄影师手里面拿的呢是这种螺丝，放手，是这种的，这2个螺丝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在拧的时候要注意，就是内膨胀的这种螺丝呢，是拧在这个手摇器和那个转角器上的，是4条，
这种螺丝呢是一共是8条，一定要分开了。徒弟要重在培养，看这个手摇器几下就给装好了。现在我们开始做吊杆了，先确认一下吊杆的长度，从这个孔里面塞进去，顶到顶上，然后用手一掐，确定好它的长度。往往呢是这边和这边有时候会有误差，或者这边和那边是有误差的，一定要。这边就比较深，相差1公分，那我们就按这个长的来做。一般呢都是总长度，然后再加个3公分左右吧，16、19，做到19。切割完以后呢，它这个有切割的毛边，这个打磨一下就可以了。在每一根吊杆上呢，提前先装一个螺母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螺母的作用。这个螺母呢是要装在顶子里边的。这个丝杆呢直接连到这个内抱子里面就可以了。里面夹2个螺母的好处呢，这个顶啊它就是不会动的，这样你装上滑轮它也不会晃。这样的滑轮装好以后呢，和固定在顶上几乎是一样的，非常坚固。我给大家验证一下它的坚固程度。够结实。这是一个3杆的衣架，我一般呢习惯都是把这个双杆的装在靠窗户这边。不过这个也要具体看业主，业主要装哪边，咱们就装哪边。最后我们把这个位置呢给它调整一下，和上面要对应。最快的方法呢不是用摇的，是用拉的。好了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记得点关注，拜拜。